俺老公花5000块钱买来10块破音源。哦，我看他这一次非得赔的稀里哗啦的，马上回去我都让他跪搓一板。5000块钱买回来的这10块音源，对呀，我看这赔还真不至于啊，这都是清一色的冤大头传样，这好歹都是老材保养啊。啥价值哎，都是老材保养，我看都不像银子，因为银子都是白的，这又黑又发黄嘞。听你说这话，就是对音源不懂，泛黑泛黄是他们老材保养，这长时间存放的过程当中啊，形成了真假你不用完全担心，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状态。这么好的包浆啊，只可惜是冤大头，如果全是龙阳，你这10块这不可估量了。你少忽悠我吧。我去今年都问过了，他们也非收银子，只是给我5块钱一颗，因为他们说这银元含银量只有90%。他们说的对，银元含银量确实是9银1铜，因为过去用雪花银，银元在流通的过程中怕磨损，但是你这不至于说5块钱一颗啊，你这相当于卖破烂，好歹你这些品相包浆这状态，这都是个顶个的，5块钱一颗，本钱啊都卖不回来。因为我不懂，我就先去问问价，我就看看能赔多少。人家说，如果能洗白的话，一个能多给我加点钱。那千万不能洗白。咋了？再说你这些银元也洗不白，因为他们都是老材包浆，这都已经入股了，和银元啊，这都融为一体了。你除非用火烧，用那种暴力加盐酸清洗的方式才能洗净。再说洗净的话，又破坏这壁面的包浆了。本身这银元啊，你按颗卖就很不划算了，再来点骚操作啊，这银元彻底废了。都是我老公成的，非得买到朋友的银元。这一下子呗，神仙也救不了他了。所以啊，朋友的忙不能乱帮。这个买朋友了不吃啥亏，5000买10块，你算是捡了一个漏。这一块才花500，这价格我们下去收也收不来啊。你们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反正是有钱赚，只不过是你们不懂罢了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难道我也赚钱了吗？对呀，反正我是不信，我知道银子便宜的不得了，反正。你记住一点，银子再便宜，它也不是无机文物，几块钱一颗只能买那种首饰，而你这种银元啊，它这个存世量是固定的，时间越久越能显现它的价值。所以说你这些都是常见的冤大头占人，但是他们的状态啊非常好，壁面无伤无戳的话，就不是残次品。你这些银元好就好在它这个包浆上，你看像这种老五彩啊，这每一块它这包浆都不一样，基本上都很有特点，可以说是一窝货，很难，平时很难遇到，即使遇到的话，价格也不会便宜了。全部过一遍，你这些都没啥办。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是龙阳的话不便宜，但是比通货大头贵多了。你像通货1000多点，你这一块的话1400，10块就是14000。14000，对。那相当于我老公还挣了9000块钱了。对，这生意可以做啊。10块银元顶我3个月挣了，顶我3个月的工资了。其实归根结底啊，还是因为您的老公的朋友不懂行情。一般家里边有银元的，大多数都把他们当废银子看待了。因为过去人啊，尤其是老一辈用这个冤大头加工银手镯，其实银元这一毁坏啊，它就是一堆废银子。我继续听我老公说，他这个朋友家里至少还有上百块的。我得当个生意来做，操作好了能挣10几万啊。那你如果真按500一个买回来的话，80块怎么着也能挣个10来万。因为80块里边它不一定全是这种冤大头啊，有大几率，有龙阳，有8年之类的。对呀，那一块就比冤大头贵多了。不过他如果真愿意卖给你们，考虑到都是朋友，可以适当的把这个价格给他提一提，毕竟一下子这么多银元，让他知道赚那么多的差价也不合适。这有啥现在都是凭能力挣钱的。对，事不宜迟，这些银元赶快留给你吧。我赶快去筹钱去操作这个事儿去。好，祝你成功吧。分家嘞，你给我帮忙看看这3个哪个值钱。我是大嫂嘞，我准备要一个最便宜的。那你这个大嫂做表率做得好啊，这个银元啊，别人都选贵的，你选便宜的。来，我先看看都是啥的吧。那俺普通人家哪有恁贵的银元呢？那再说了，那银子便宜的不得了。人们都要懂得知足常乐。那你这个心态非常平和，懂得知足才能常乐。但是你这3块银元差距还是挺大的，因为他们的状态还都不一样。再不一样又咋着那我用电子秤都称过了3块重量都是26.8，差别不大。重量确实差距不大，因为银元的重量都是26.8克的重量，你这2块
好歹是龙阳，尤其是赵中，还属于全自口，肯定啊要比这个袁大头贵，因为你这个10年大头啊，虽说是老财，但是壁面这很遗憾带个戳。我个人吧还是比较开明的啊，反正都是俺婆婆留下来的，俺们仨一人一个，留个纪念呗。是，只要没要求就行，因为现在分家啊都论的比较真，有时候谁吃点亏赚点便宜，心里会不平衡。毕竟袁大头啊和这个龙阳价格区别还是真是挺大的。它再大，它能错多少钱呢？那我知道现在虽然银子也涨价了嘛，但是20多克银子它管错多少钱呢？这个银子在涨价，其实和银元没关系，因为市面上的银子啊，它和这个银元不一样。你看你现在有多少钱，你都可以去买很多银子，而这银元呢，它过去固定它就发行了那么多，存世量越来越少。价格啊，完全是看它的状态给价钱的。但无所谓。你都告诉我里面最便宜的是哪一个？那现在市场价能值多少钱都提了。最便宜的就是这个10年大头，因为银元里边啊，袁大头它是最基础的银元，价格啊，最便宜。而你这个10年，它又是普通的年份，好就好在它这个壁面包浆，你看是老彩，唯一美中不足啊，就是壁面带来一个发戳，戳子啊是过去签章检验真假打上去了，以前当流通货币几乎是没影响，但是现在对于收藏来说啊就折价了，目前市场价800块钱一大管吧。800？对。这也太神奇了嘛！这20多克的银子管值那些钱吗？这我都想不到。这有啥想到想不到了？因为银元它不按银价算，主要是看它的状态和存世量。说完这个最便宜的，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最贵的这个赵中，这个是常玩的龙阳3年克最贵的币种。由于它这个存世量比较少，加上你这个状态又比较好，你看它这个龙鳞，再看它这个鼻子，几乎是没什么磨损。而且壁面还带来一层淡彩包浆，市场价一块的话，顶这种袁大头20到30个。不会吧？那谁分到这一块，那相当于叶子分20多块袁大头啊？那差不多。那这价格也太吓人了吧？差不多就这个意思。因为过去银元啊，它没分班，银本位的情况下啥样的都一样。现在收藏讲究一个物以稀为贵，最后一块就是你这个广东的龙阳了，它属于生龙。品相虽然说是通货状态吧，比通货好，因为广东龙鳞啊，它这个龙鳞都不怎么好，你这一个还可以，市场价3000多块钱吧。那你这不估价，我还不知道嘞。你这一估价，这叫我吓一跳。咋了？那这不懂嘞，要哪一块都行，那说出来价格这错的多呀。基本上大多人都不懂行情，毕竟家里边有银元的也不多，你即使有的话，都当宝贝放起来了，有的想几十万一个了。你基本上分家的时候啊，都争得头破血流了。你说的对，你把这最贵的这俩龙阳给我换2块袁大头，剩下的钱你打我卡来，我回去跟他俩分。你这属于狸猫换太子啊！这个分家这个事儿，你看你刚才说的挺好了，这估价这事儿你办的都不太敞亮了，这没事啊，大家都皆大欢喜。这真有事啊，说实话我也担不了这个责任，我建议你还是别换了，因为这仨银元啊，他也不值当的。你真死的，你这真不会干生意。那你再找别人去。好。